美国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中国尚未出手，否则美国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中国时代终将来临。这样一则爆炸性的言论出自美国智库，然而在这句石破天惊的论断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中东的战火硝烟成为了这句话的最好注释。在美国的精英政治里智库的地位不言而喻。美国智库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查世界各国的最新发展动态。很多时候，智库的结论对美国发展有着无法忽视的指导作用。其中，传统基金会就是著名的美国智库之一，隶属于保守派，历史悠久，拥有的话语权不容小觑。然而，这家智库最近却干了一件怪事儿，一言以蔽之，那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说得更清楚一些，这家智库大肆夸赞中国，在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飓风，让美国感到了空前危机。而这一切与护送商船有关。一直以来，美国都以世界老大哥的形象自居，在海上更是横行霸道。护送商船正是彰显其海上实力的重要手段。然而，智库却认为美国正在打肿脸充胖子，甚至高调预测未来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美国，转而向中国寻求庇护。随后，智库还说到，美国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中国暂时在这方面没有想法，无异于美国竞争。言下之意，倘若某天中国出手，美国的好日子就不多了。到那时，曾经辉煌的美国时代或将彻底成为历史，一个崭新的中国时代正慢慢来临。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怀揣着如此想法的并不止该智库一家，就连美国最著名的报刊《华尔街日报》似乎都在不知不觉间沦陷了。前不久，《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份专题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出口现状。面对中国的飞速崛起，该报毫不避讳，使用了震撼一词。很明显，中国的发展让《华尔街日报》始料不及，深受触动。一时之间，中国旋风再度席卷美国，让美国政府直皱眉头。无论是经验老道的智库，还是影响力极大的报纸，都对中国的发展成绩表示了极大震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句：中国究竟有怎样的魔力，让他们集体倒戈？又或者，美国的发展究竟遇上了怎样的瓶颈？这一切，不妨还是从中东说起。其实智库话里有话，表面上是在嘲讽美国运送商船的能力下降，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军事实力暗含担忧。当今世界，中东的战争风云备受关注，美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这几个月来，也门的胡塞武装态度嚣张，多次攻击英美舰艇，甚至公然发射导弹。胡塞武装看似在声援巴勒斯坦，实际上就是在挑衅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众人本以为身为军事大国，美国对付胡塞武装不过是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却与人们的想象相差甚远。美国竟然连自己的头号盟友英国都无法保护。对向来自视甚高的美国来说，这无疑是致命打击。美国在中东能量的减退，恰恰是其军事实力衰落的铁证。在美国的战略部署里，中东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原因有二：长久以来，中东战火不休，这在无形中成为了美国大展拳脚的舞台。除此之外，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是美国觊觎的对象。美国深刻地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之后，谁掌控了石油，谁就等同于握住了世界经济的命脉。历经上世纪的石油封锁战后，美元更是与石油直接挂钩。一旦石油动荡，美国失去掌控力，美元的悲惨下场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中东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容不得半点疏忽。可是，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弱，美军的大规模撤离，美国在中东的话语权也在逐渐缩小。在新一轮的巴以冲突里，身为美国小弟，以色列已经完全失控，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这令拜登政府彻底陷入尴尬。纵观局势，美国现在两头不讨好，在中东早就没了说一不二的气势，因此才会在商船护送上出问题。中东各国逐渐不再顾及美国，这种蔑视背后隐藏着美国军事力量不复往日荣光的真相。与中东的关系变化，又让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裂痕。多年来，欧洲国家之所以追随美国，无非是慕强心态，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本国强大的军事保护。商船这件事看起来小，可背后问题却是巨大的。欧洲国家并不是傻子，反倒一个比一个精明。美国护航失败，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考量美国的实力，而这种犹豫势必会影响到美欧的进一步合作。倘若失去了欧洲这个最关键的左膀右臂，美国的处境便会更为被动。事已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美国的未来究竟在何方？这究竟是一时失手，还是无法挽回的衰落？智库的一席话揭开了美国最后的遮羞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军事不过是美国现存问题的冰山一角。现如今，美国可谓是四面楚歌，步步受困。在军事上，除了中东的烦恼外，美国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也令支持者失望。
从最开始俄乌冲突就因美国而起，美国执意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冒犯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导致战火点燃。美国相当自信，认为自己有困住俄罗斯的实力。可2年时间过去了，战场上的局势依旧焦灼。在这种情况下，挑起战争的美国便处境难堪，相当于打了自己的脸。根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即便在欧盟地区，相信乌克兰能够胜利的民众也不超过10%。可见，就连美国的自己人也逐渐对美国失去了信心。更要命的是，战争正在拖垮美国。尽管美国不是直接参战方，但乌克兰等同于美国的傀儡，依附美国而生，因此美国需要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用于支援乌克兰。原本美国的军费支出就已经是全球断层第一，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现在这种情况无异于雪上加霜。说白了，美国在经济不好的前提下，依旧大搞战争，挤压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难怪会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浪潮。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就一路下滑，走上了衰落之路。各位总统的经济措施也不过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拜登利用政策扶持加上政治压迫，要求各国企业来美国建厂，缓解产业空心化难题。但事实证明，这种恩威并施的方式早已过时，那些工厂大多虎头蛇尾，至今仍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与中国的贸易战及芯片战中，美国更是得不偿失，本想着制裁中国，最后却偷鸡不成蚀把米。美国叫嚣着要与中国解绑，可实际上，在全球经济高度相关的今日，这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围堵也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相反，不少仰仗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先撑不住了，要求与政府谈判，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相比之下，面对重压，中国却在芯片、电动车、光伏组件等关键领域做出了让美国眼红的成绩，进一步提升了本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向着制造业强国的目标持续迈进。对比中美两国的处境，无怪乎美国舆论界会掀起这场风暴。未来，中美的竞争仍将持续，西方霸权的衰落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西方人突然发现，似乎中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理解与他们不一样。每一次的战争都曾改变局势的发展，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承担着决定重新分配利益主导权的作用。战争的双方往往是代表了两个利益团体的剧烈碰撞。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是国家力量的不断转变。在人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2场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2次世界大战视为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2次世界大战之中，多国剧烈冲突，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伤，人类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人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西方对于曾经深刻改变世界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西方而言，世界大战的爆发无非就是世界主导权的重新洗牌。在西方世界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体——基督教，在所谓上帝的光环下，都可以算上帝的子民。在有着共同精神文明内核的前提下，不同国家之间都将彼此视为自己人。无论战争发生到何种境地，总是有重归于好的那一天。特别是在新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资本的无限追求，成为了世界利益不断划分的精神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侧面可以看作是亲戚间的战斗。当时欧洲的主体国家元首中，英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元首之间存在着血缘的纽带，几方的领袖都有着共同的先祖。从这种关系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家庭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对于一战后强制剥削的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导致了英法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困境。兼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法恨不得榨干德国人的骨髓，以满足自身的国家秩序。所以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很大的程度是源于对英法的仇恨。但是追究其本质，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之前丧失了对于全球殖民地的划分，而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得德国觊觎英国庞大殖民地带来的低价原料和庞大市场，所以欧洲新旧势力的王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针对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集团就是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德国在战胜法国之后，在实现国家复仇后，并没有吞并法国，反而试图拉拢维希法国加入轴心国集体。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在建立以日本为绝对领导的亚洲统一体，而建立联合体的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内部的经济发展。所以本质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大战就是权益的重新分配，而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下，
各国之间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立并不敏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深刻反思战争之后，依然能够被西方接纳，同时成为欧盟建立的主导国家。中国眼中的战争，民族救亡图存。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大战就是列强试图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核心主题就是救亡与图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清代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给列强侵略中国带来了便利。在列强的轮番侵略下，中国成为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地。事实上，中国也曾试图利用世界大战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就曾争论是否要派遣军队参与欧洲战场，最终的决定是派遣劳工。但是在中国劳工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牺牲后，在巴黎和会上，列强撕毁了战时的协议，将中国的利益重新瓜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中美双方开放市场和港口。当时的中国是完全没有能力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所谓的双方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对美国完全敞开大门，这就是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没有强烈参与到世界大战中，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参与利益分配。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劳工冒着炮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证了英法两国的物资供应和工事修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使得日本不得不延长战线。中国对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不可忽视，而西方的认知更多是源于精神和文化的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在信仰上始终是外人，西方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并不被接纳。对于那时的中国人而言，基督教中宣传的原罪教义，对于信奉清白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西方人眼中世界大战只是基督教国家内部的纷争，而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大战就是灭族亡种的斗争。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差异所在，帝国与国家治理观念的不同定义，中西方对于世界大战的不同认知，原因是多样的。而在其中，中西方对于帝国不同的认知与国家治理的不同理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西方的语境下，帝国是一种核心模式，比如罗马帝国，核心地区就是生活在罗马的人民。对于帝国而言，维护的只有核心群体的利益，而帝国的边缘地区和外部都是可以用来剥削和牺牲的。在这种观念下，再去看世界大战，西方人眼中除了本土外，殖民地的一切都是消耗品，为了维护帝国核心利益存在，就应该做出牺牲。这种意识形态也延续到了现在。美国不断的提高日韩缴纳的驻军费用，就是牺牲边缘地区的一种行为。中国则是全然不同。中国的观点下，帝国一旦形成，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成员。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于统治核心区的中原会源源不断地向边缘地区输血，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生产工具，这也促进了中国边缘地区的开发。这种态度也延续至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中存在着合作共赢与赢家通吃的本质差异，这也是中西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折射出的不同举措。世界变局已经开始，中国在未来需要利用好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再低头做事，更要做好宣传，将这种中西差异更多地展示在世界舞台，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